OK，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支很有分量，那名字一听就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手表 King Seiko KS1969。其实光这几个字凑在一起，就像是坐上了时光机，直接把我们拉到了1969年。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神奇？1969年是表界的一个转折点，不光是 Seiko 正式跟全世界的机械表宣战他们第一支石英表 Astro， 还有自动计时机芯6139的登场，同时 King Seiko 也拿出他们最经典的45 KCM， 配备当时最强悍的高振频手上链天文台机认证机芯。说真的，1969年几乎就是 Seiko 的黄金年代，光那一年他们就写了一整本的历史课本。OK， 那么今天 KS 的1969是什么来头呢？它不单纯只是复刻，而是把 Seiko 那一段历史重新整理再诠释，用现代的制表工艺跟消费者的习惯去打造一个全新的系列。Seiko 在2020年复活了 King Seiko 这个名字。首先他们先复刻了1965年的 KSK， 那大家反应还蛮好的，然后他们乘胜追击，这次直接翻回了1969年的45 KCM，把那一只有一点圆润、带一点酒桶型、鲍鱼壳型的壳型搬回来，加上了不同的面盘设计，搞出了这一次的 KS1969 系列。老实说，这只表让人讨论的，我觉得不是它的外观，是它的定位。它的售价大约就是10万台币，那价格的确已经是逼近甚至超越了部分的 Grand Seiko 的入门款。那比 Seiko 自家的 Presage 或 Prospex 当然是高了好几个档次。那很多人就会问，既然都要花这个钱，那到底是应该买一支1969，还是咬一咬牙冲 Grand Seiko？ 我觉得这就是可以讨论而且有趣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地方。OK，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然后如果影片中间跳出广告，麻烦帮吉米多看10秒钟，不要急着跳过。你们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举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鼓励。小编每天跟我整理资料，都整理到肝快要爆炸了。好了，没有了，其实不会爆肝了，就是你们一点点的支持对我们很重要，先跟大家说一声谢谢。OK， 要理解 KS1969，我们必须要先聊聊就是 King Seiko 的历史。那其实1960年代呢，Seiko 公司内部有2个制造工坊，一个是这个负责 Grand Seiko， 一个是这个负责 King Seiko。那两边的这个生产工坊呢，它在公司就是我之前有聊过，呈现内部竞争的一种比拼状态。那这种竞争不光是拼精度，更重要的是比设计、比工艺，谁能做出更好的表，谁能在内部比赛中胜出。那这一种制度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Seiko 在短短的10几年间，就从一个地方品牌跃升成为可以跟瑞士大厂在同一个对话出现的平起平坐的品牌。1969年 King Seiko 45 KCM 就是由当时的这个 Danny 工坊所巅峰之作。那它搭载的是 Caliber 4502A 的机芯，36000的高振频，然后还有 Hacking 秒针、快调日历、天文台认证。那即便就是到今天这样的规格还是很能打，更别提那是在50多年前哦。所以不只是表明的梦想，也是日本制表工艺对世界的一个宣言。不过历史是很残酷的，同一年 Seiko 推出了世界第一支石英表 Astro， 那石英革命一来，整个机械表产业就接受到这个毁灭性的冲击。King Seiko 虽然在机械领域表现得非常亮眼，但很快也就被石英的这个时代淹没。到了70年代末，几乎消失在整个品牌线里面。直到2020年 ，Seiko 决定把这个名字重新复活。他们选择从1965年的 KSK 开始，先复刻了一个外形经典的直线设计。那只表推出之后，很多人重新开始唤起了对 King Seiko 的这个记忆。很多人开始研究究竟 King Seiko 跟 Grand Seiko 有什么差异。一直到2024年 ，Seiko 又再次出了另外一招，就是把 King Seiko 的1969年45 KCM 搬回来。推出全新的一个系列，不光是单纯的复刻，而是某一个拼图游戏。Seiko 把 King Seiko 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2个壳型 KSK 跟 KCM 通通翻新重制，让这个品牌有了一个很完整的基础。King Seiko 的 KS1969，它的设计重点在于它的这一种
类似酒桶 C 型的这个壳型。大家如果熟悉那个 Seiko 设计师这个太郎田中 Grammar of Design， 应该知道那一套设计哲学，它强调的是平面大面积的抛光、锐利的切角。但是 King Seiko 1969它不走那一套，它走的是圆润柔和，有一点像是被打磨过、抛光过的一颗鹅卵石。那这种设计在1969年的45 KCM 就已经很特别，到现今用工艺重新去重现它，我觉得它的辨识度仍然非常的强烈。尺寸上 39.4 的直径，加上这个 43.6 的表耳到表耳，那它的表厚度只有 9.9mm， 这个数据非常的漂亮。大部分的复刻表其实都比原版更厚，但 King Seiko 的1969反而比1969年的原型更薄，这让非常多的爱表人士非常的惊讶，因为戴在手上你会感觉它存在感比数字感大。因为是筒形的缘故，所以视觉上的确会有放大的效果，但是它依然保持了正装表的优雅比例。而 Seiko 最强的地方就是它一口气推出了4种，一个是银色拉丝，忠实的复刻当年的那一只表。如果喜欢当年那只味道的，那 SJE109 的银色拉丝就是你的选择。那再来，它出了一个江户纸跟和纸纹理 Washi， 那 Washi 就是和纸，那带有日本传统色彩，那细纹一看就像是一张纸的那种纤维感。然后还有 SJE113， 它是渐层绿，也是和纸的纹理，中央绿色，周边慢慢收暗，象征东京周边的自然绿意。那 SJE 的115限量700只，它叫做蓝绿龙鳞，纪念 Seiko 品牌100周年。那图案来自于龙的鳞片，同样也是呼应2024年是一个龙年。那细节上面呢，指针跟时标都是采用多面切割，所以它的光影效果非常的好。12点钟位是特别用上了双刻度，然后还有这个弓箭的这个羽毛箭的纹理，象征着精准。那日期窗则是依照面盘不同颜色而调整不同的背景。我认为这一点这几年 Seiko 做得非常细心，整体看起来 KS1969 的质感非常接近 Grand Seiko， 不管是抛光的这个大平面的抛光，或者是这个箱型的蓝宝石水晶的反射效果，我觉得都不是一般 Seiko 级别可以比拟的。那 KS1969 呢，里面搭载的是 Caliber 6L35， 那这颗机芯上链的它是自动上链的超薄机芯，厚度是 3.7mm，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只表能够控制在 9.9mm。 那它的正频是来到28800每小时，那26个轴承宝石，45小时动力储存，精度在官方给的数字上面是-10到-15每日。OK， 那保持 Seiko 一贯的风格，实际佩戴上也许会更准吧，但是基本上它也不是到天文台等级的这种精确度。那问题来了，这个45 KCM 的高正频 Chronometer 认证，而今天的 KS1969 用的只是一颗标准的自动机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真正历史表迷来讲有一点降规格，因为它毕竟用的是 6L 嘛，所以我觉得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子。但整个品牌策略来看， Seiko 当然不能让 King Seiko 去抢了 Grand Seiko 的风采。其实在当年 King Seiko 跟 Grand Seiko 可以说是两个兄弟互别苗头，没有你好，没有我好，大家就是竞争，公司内部的竞赛。那这一次 Grand Seiko 其实这2次它的推出，在定价策略还有它的内容配置上面，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以 Grand Seiko 的小弟弟的姿态推出，所以我觉得算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路线。那这颗机芯基本上对标的是瑞士伊塔的2892，放在中阶市场里，它的优点就是不会太厚，然后可以让表壳的比例更漂亮。那缺点就是没有什么创新了比如说细油丝或者是特殊的轻重结构。那价格方面也是它的争议点，就是它在10万这个价位。我自己会觉得这个价位在 Grand Seiko 其实也买得到手表，当然就是会是石英的，不会是机械的，但是同等级也可以选择 Longines 或者是 Tudor OK， 甚至是可能再贴一点点钱其实就可以买，就有更多的选择。所以甚至我觉得在 Seiko 自家，我会觉得这一次的
内容配置会让我更觉得我会想要去选Marine Master。OK， 所以问题来了，你怎么看待 King Seiko？ 你觉得它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有设计感的系列？那的确$3000多就很合理，毕竟它的质感接近 Grand Seiko， 戴上去甚至很多人会以为你戴的是 Grand Seiko。但是如果你是规格控，就可能会觉得少了 High Beat， 少了 Chronometer， 精度也不是那么的好，那你凭什么卖的比浪琴还要贵？我觉得这就是1969很容易引起大家争论的地方。我觉得这一次推出适合的人，主要还是历史迷，就是你对历史有爱 ，KS1969 就是一段收藏的故事。再来一个是设计控，它完全的致敬，有复古的壳型，有 washi 盒子的这个面盘，有江户子这些文化符号。那再来就是准 Grand Seiko 的玩家，就是你预算真的没有办法到 Grand Seiko， 可是你想要体验一下面盘还有打磨，那我觉得 King Seiko 是一个很不错的起点。OK，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蓝绿龙鳞限量700只，我认为这个是未来收藏家会去争先恐后收藏的一个重点，毕竟它数量非常少。OK， 总结来说 King Seiko 的 KS1969 是一只我觉得定位有一点小尴尬，但是其实它在整个壳型到表带我觉得都还蛮有魅力的。它不像 Bottega 的 MR01 那样只是用平价去震撼市场，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在 Seiko 跟 Grand Seiko 中间开了一条新的 King Seiko 的定位。那优雅的设计，细节到位，质感接近 Grand Seiko， 历史背景也够硬，有够扎实的历史背景。但它缺点就是价格逼近 Grand Seiko， 但是机芯我觉得可以再给更好一点点。可是当然啦，就是换个角度想，它也就是一只可以让你戴在手上很爽的表，因为它比一般的 Seiko 要高级，毕竟它下面写了一个 King Seiko， 但是它比 Grand Seiko 更轻松的可以入手。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性的平衡点，也是对历史的致敬。OK， 所以讲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帮我按个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看到广告帮我多看10秒钟，这就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持。OK， 今天这只 King Seiko 呢，同样它也是一只手表，所以都留不住时间。但让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每分每秒的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开心，玩得健康。那戴手表也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永远用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烂手人吉米，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